就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问题近日再次取得积极进展之际，美国一些政客又开始制造麻烦。美国国会23号通过表决，将在美上市中概股的退市时限从3年缩短至2年，以加大对中概股施压。白宫称，美国总统拜登将很快签署这项法案，这让中概股前景再添变数。实际上，美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已经让其在国际贸易上众叛亲离。世贸组织多达127个成员日前联合提案，抗议美国长期阻挠 WTO 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致使其陷入3年瘫痪。美国会通过新条例缩短中概股退市时限，这项包括在1.7万亿美元综合拨款法案中的条例规定。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无法全面检查审计底稿，相关公司被逐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时限将会加快。彭博社的消息称，美国2020年立法规定，如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检查人员无法按照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立法的要求审核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这些公司将在3年后被摘牌。现在这一过程将被缩短至2年，约200家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公司将受到波及。多年来，中美在中概股审计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方认为，允许美国监管机构检查中企的审计底稿存在国家安全和泄密隐患。直到今年12月15号，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确认2022年度可以对中国内地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检查和调查，并撤销2021年对相关事务所做出的认定后，紧张局势才有所缓解。美方近来的一系列动作表明，美方对华的这种技术竞争呢，已经从贸易开始向投资领域扩散。这一次呢，美方开始了对中概股下手。说到底呢，他们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相关企业在美国的上市的限制，来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打压，从而进一步维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夯实美国的技术霸权，从而强化对中国的技术竞争态势。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专家观点认为，既然中美已经签署审计协议，后续审查工作也在逐步进行中，显示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解决审计争端，审计工作的完成只是时间和程序的问题。因此，这些变动并不会对审计工作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或障碍。美国只是在通过施压，让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配合美国监管部门的要求，以期尽早完成所有审计工作。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国会此次针对现有上市中概股的施压，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中国企业。美国的资本市场被政治化，践踏了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理念。中国公司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会高抬贵手。一些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考虑回归港股或者 A 股。目前，港交所已经有专门的对接机制。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30号，共有262家中资企业在美上市，总市值约7750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中概股集体退市风险就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也成为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对中国公司、美国市场，还是全球投资者来说，都是多输的局面。而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投资者有利，对上市公司有利，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才是一种多赢的结果。美国不仅给中概股制造麻烦，霸道的做派更是让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逐渐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日前，世贸组织多达127个成员联合提案，抗议美国长期阻挠 WTO 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致使其陷入3年瘫痪。提案要求立即启动法官遴选进程，尽快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其中，提案方甚至包括美国铁杆盟友澳大利亚。为此，英国《卫报》还以澳大利亚和中国联手抗议美国否决上诉机构，导致世贸组织阻塞为标题做了一篇报道，反映出在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站到了国际社会绝对主流的对立面。不过，美国拒不接受，也提供不出阻挠法官遴选程序的正当法律理由，以一己之私与世界形成对抗。环球时报的社评称，某种程度上，美国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体系的那头灰犀牛，它冲撞造成的破坏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势必引发严重的全球性后果，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愤怒。这次127个成员的联合提案，虽然美国再次拒绝，但它每拒绝一次，因此付出的信誉成本和面临的道德压力都会呈指数级增加，最终将达到其承受的临界点。孤独地站在国际公益的对立面，那里很冷，
就算美国皮再厚，也会不胜其寒。美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内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是将自己摆在了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对立面，也将自己摆在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众多成员的对立面。可以说呢，美方的行为是典型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的这一系列霸道行为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公害，成为危害国际经贸秩序的公害。针对美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5号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强调，事实一再说明，中美之间脱不了钩、断不了链。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渲染竞争有百弊而无一利，寻求合作是必须而不是选择。王毅还表示，我们坚决抵制美错误对华政策，推动探索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本月23号，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也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遏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捅刀子。这不是合理竞争，而是无理打压；不是管控分歧，而是激化矛盾。实际上还是搞单边霸凌的老套路。这在中国过去就行不通，今后更行不通。中方将继续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美方的主观政策意图来看，未来呢，美方在对华政策上说一套做一套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美方呢，在他的主观意图上将中国视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总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呢，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呢，中美之间这种客观的利益格局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只要中美之间呢能够进一步夯实这种互利的利益格局，或者说呢，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客观的利益格局没有发生改变的话，未来中美关系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6号，东部战区公布了为台岛周边联合战备警巡和打击演练的现场视频，视频多方位展现了解放军此次演习的第一视角画面。另据台湾方面消息，自25号上午6时至26号上午6时，台防务部门共侦察到71架解放军军机、7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创下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周边活动规模的最高纪录。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当天表示，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疑似歼11战机和轰6K 轰炸机相继升空，继而水面舰艇向目标海域航渡。随后画面再度转到空中视角，远处的台湾中央山脉清晰可见。外界认为，解放军此举剑指美台军事勾连。美方近日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含有多项涉华消极条款，大肆操弄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尤其是其中包含为台提供军事融资、加速对台售武等内容。香港中评社就报道称，《纽约时报》10月份曾发表题为《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的文章，指出美国正加紧在台储备大量武器。对照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美国正在开始落实台湾豪猪化政策。民进党当局收下美国军援，就等于交出防卫自主权。综合多家台媒的报道，台防务部门26号公布信息，自25号上午6时至26号上午6时，共侦察到71架解放军军机、7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7架解放军军机飞越所谓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到台湾西南空域。统计还显示，这47架军机包括12架次歼11战机、6架次苏30战机、1架次彩虹4无人机、6架次歼10战机、18架次歼16战机、1架次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1架次运8反潜机、1架次空警500、1架次无侦7无人机。据台媒报道，这创下了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规模第一高，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以及飞越所谓海峡中线军机数量第2多的纪录。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窜台后，解放军曾开展军事训练，曾于8月5号和8月7号分别派出68架和66架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实际上，这只是近期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多次演训的其中一次。
据台防务部门22号发布消息，他们在24小时内检测到解放军军机39架次、舰艇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这些飞机包括21架歼16战斗机、4架轰6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和2架空警500预警机。解放军现在的军事演习已经常态化，尤其是在台岛附近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练，常态化。这种演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为实战做准备。如果有一天，美国也好，域外势力再加之台湾台独分子，非要把我们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版图里分裂出去，那么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一切断然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要解决的话，就是一劳永逸的来解决。所以现在的练兵是在备战，备未来之战。岛内的分析认为，解放军的频繁演训是掌握了主动权的表现，这会让台湾甚至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监视，不仅无法进行自己的常规训练，还容易让军备陷入疲劳状态。解放军在台湾四周的军事的活动越频繁，负责作战第一线的海军跟空军，他们当然就是首当其冲了。所以这些飞行员每天就起起落落，这个对飞行员的体力跟精神耗费量是很大的。正常的演训科目都因为要不断的升空去监视，通常你很难做动作，因为你只能在旁边看着解放军。那解放军已经在做各种操作的动作的时候，你只能在旁边，跟课程的进度都会大大的受影响。那海军的船舰如果一直不停的在海上跟解放军的船舰进行监控警戒的话，那海军本身的这些船舰进入维修厂的时间就势必要缩短或减少。这个海军未来在海上抛锚故障的频率就会高，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大陆是以逸待劳，就是说我的军队都 OK 了，所以他不断的在演训的过程中，那美国就必须要不断的警戒，那所以美国就变成被动，那这样的话，中国的解放军就变成是按照自己的演练科目在进行，而美军就被迫只能够在旁边警戒。那你警戒的话，你的动作就没有了嘛。解放军这个架次也好，时间也好，当然会逐渐的有新的花样。但是用一句美国的术语，都还是在自由航行容许的范围这是第一个。竟然说美国的这些飞机这个船舰都可以自由航行，你现在要说解放军不能自由航行，这个也怪。不过，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依然极力鼓吹以武拒统。26号上午，他在参加台军晋升仪式活动时表示，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以及军事科技的进步，军队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构建坚强可视的防卫战力。他还妄称，越是做好准备，台湾就越强大，也会越安全。最后，蔡英文还不忘给台军打鸡血，称自己一定会和军队站在一起，持续充实防务。但台媒近日报道，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何景荣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爆料，他在2017年参加蔡英文办公室的活动，蔡英文当时参加完安全机构的会议赶来，不仅迟到，而且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哎，刚才开会我都快睡着了，他们讲话好无聊。”岛内政论节目就讽刺，是不是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周边飞行的事报告到蔡英文那里去，蔡英文也已经无可奈何，只好打瞌睡了。相关话题来连线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您好。25号，解放军东部战区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在台海地区附近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这是否就是针对美方刚刚签署惩罚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的涉台内容呢？台湾社会对此次演习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其实这次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与台湾这个相关的议题很多，而且我们看整个文件提到台湾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就实质内容来讲，包括加强对台的一些军售，还有就是贷款给台湾100亿美元，分5年，也就是1年20亿美元。当然这个金额之前这个传说啦，是无偿，结果证明它这是贷款，而且台湾要付利息哦。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从这样的内容就可以看到，美国要加强对台湾的在军事上的一些这个投资，或者加强相关的军售，尤其是有谈到未来对台湾的军售，在一些品项这部分要加速推动，就可以代表就是美台之间在这个安全
这个军事这个部分会大大加强相关的一些关系。当然，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国做法，其实无疑就是踩到这个中国大陆一个很关切而且重要的红线。也因此，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像类似这种授权法出台，或者美国对台的任何不管是军事、政治，等等动作，必定会激起中国大陆相关的反应。尤其是这几天，这个包括东部战区，或者这几天之前的几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放军加强了在台海周边的这个军机的活动。之前曾经一天有这个30几架次，但这次架次更多，就代表了这个中国大陆方面根据台海的新形势的滚动性的发展，它随时可以调整相关军事的活动。包括军舰常态性的在台湾周边活动，或者军机大幅增加它在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的架次，其实都可以给台湾施加更大的一些压力，也对于美国释出更多的政治和军事上面的这个信号，来以此来反制美国相关的动作。台军方表示，截至26号6时，一天内侦察到解放军军机71架次，创下年内新高。从岛内社会的角度来看，解放军的最新动向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其实我认为这个解放军这些活动未来只会增加，而且我们更看到它这种常态性活动的架势是会持续下去。尤其是包括这些这个70几架次的飞机，其中有好几架次是属于无人的空中载具，那其实这就勾勒出未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空域的活动，这个无人机这个部分未来肯定在比例上会加大，尤其是无人机它本身具有它更长时间的这个活动留空的时间，还有它可以这个与有人机相互搭配，对台形成一个复合的压力。因此，我认为未来无人机，甚至包括无人船，这些比例都会增加，那这也是代表解放军在整体科技和装备的运用来讲，那达成这种有人和无人的相互搭配。我认为这是未来台海周边形势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当然，这几天大家关注可能是以飞机为主，但我认为海上的船舰其实更值得注意特别是台防务部门之前有公布过，几乎解放军每天在台海周边都可以维持3艘到4艘军舰的一些活动，而且从相关的报道里面或者公报里面也指出，那主要包括056A、054A，或者比较旧的053H3等等这些护卫舰，常态性的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其实给予台湾相关的单位压力很大，也就是代表了其实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所摆出的态势，不只维持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常态性的存在，是相关任务或时间点的需要，它随时可以加大那这个相关活动的力度给予台湾更大的压力。因此，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好好思考什么样的两岸政策，那需要这个未来积极推动，是这样保持一个高度的紧张吗？还是需要一个缓和的？我认为这是值得台湾当局好好去思考。中共20大报告首次把反干涉跟反台独做了较明确的连接，这是否表明解放军类似的针对美台勾连的反制举措将更趋常态化呢？态度也将更加坚决。这个一定是，如果以现在的趋势走下去，我认为台海这个整个情势来讲，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发现目前的台海形势已经不是单纯的两岸关系，其实它更多的是掺杂了美国的因素，特别是美国过去有意无意的，或者像这种国防授权法，或者他一些政治人物来台湾访问，其实都是搅动一池的春水。他这种搅局，或者他这种煽阴风点鬼火，这种现象是非常的严重因此就是在台湾很多观察家普遍认为，两岸的关系其实不容乐观。那
不只是说台湾内部像党派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美国的因素在里面，那它的整个扰动的这个能量真的是很大啊。尤其是台湾在很多领域都完全靠美国，因此美国在中美大国竞争的状况越来越激烈的状况下，其实台湾议题已经变成美国对中施压一个很重要的抓手，而且展望未来肯定会变成美国运用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中施压的筹码。因此以中美大国竞争这个格局来看，确实台海议题有时候不是台湾方面可以左右，而更多的是美国因素在这里面不断的搅动所使然。因此我认为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告一段落之前，这种紧张的态势必定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好的，也谢谢郑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总统普京2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是西方拒绝谈判，与俄罗斯无关。他还批评俄罗斯的敌对者要分裂俄罗斯。针对美再向乌提供军援，普京表示，俄方将100%摧毁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本国节目专访中指出，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对手寻求分裂俄罗斯的结果。普京还提出了关键政治目标，称俄方并不拒绝就乌克兰周边局势进行谈判，并愿意与所有相关方进行谈判，但现在是乌克兰政府及为其撑腰的西方国家拒绝谈判。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действуем в правиль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Мы защищаем сво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нтересы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наших людей, повторю еще раз. И другого выбора, кроме как защита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у нас просто нет. Но мы готовы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 приемлемых каких-то развязках. Но это их дело. Не мы ж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乌克兰政府很快就普京的表态做出回应。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2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普京回归现实。他指俄罗斯要的不是谈判，而是企图推卸责任。俄罗斯有这种谈判的意愿，那么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大家知道，俄乌战争现在已经打了10个月了，战场上俄罗斯在人力上、在装备上的损失都比较大，那么再要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的突破已经比较困难了，所以现在呢，采取一种谈判的方式、谈判的策略，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现在关于谈判呢，主要是有3个国家，有3种立场啊，当然有的表达的比较暧昧、比较含蓄一点，最后就看各方的博弈，主要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博弈。对于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目前还没有收到这型系统，一旦美国提供，俄罗斯当然会100%摧毁它们，包括美西方提供的所有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到访美国后，拜登政府再向乌克兰提供18亿美元的军援，以表达对乌克兰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其中将首次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如果掌握了精确的部署地点或坐标，那么俄罗斯军队包括空天军，包括这个导弹部队是有能力摧毁这个系统的。所以围绕着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双方应该是会展开一个这个部署和打击，会展开一个非常激烈的博弈。所以这个战争呢，随着武器的这个升级，战争的烈度呢还会升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对手不一样，俄方并不拒绝就乌克兰周边局势进行谈判，并准备与所有相关方进行谈判。您对此如何看？其实这已经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公开呼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冲突了。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面对普京的和谈呼吁，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几乎都是置若罔闻，完全不当一回事儿。为此，普京总统甚至发出了苦口婆心的劝喻，说人类历史上所有冲突都会以某种方式的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各方早晚都会进行谈判的。那么这背后问题究竟出在哪一方？我认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出在乌克兰身上，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于今年10月4号签署了一项法令，表明只要普京还是俄罗斯总统，
乌克兰就不会与俄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个也就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开出的和谈前提条件已经不再是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离了，而是普京必须要下台。这显然是俄罗斯方面，尤其是普京总统本人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事实情况是否果真如此？我认为并不尽然。事实上，乌克兰之所以不愿意走上谈判桌，仍然愿意在战场上打下去，完全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背后撑腰，尤其是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假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了，那乌克兰立马就会打不下去了，立马就会展现出和谈的诚意。我想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普京才会表示愿意与所有相关方进行谈判。其言下之意就是，假如乌克兰不愿意谈，那俄罗斯就准备先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来谈，希望让北约出面劝说乌克兰不要再打下去了，或者至少是不要再为乌克兰提供战争资源了。然而对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把球重新踢回给了乌克兰，说俄乌之间要不要谈判，以及谈出个什么样的结果，必须完全尊重乌克兰的意愿。这个也就意味着，虽然当前普京想要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但却面临着不知道要跟谁谈，以及不知道从何谈起的这么一种尴尬境地。那在您看来，乌克兰拒绝跟俄罗斯开展和平谈判，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我认为从本质上面来讲，其实并不是乌克兰不愿意谈，而是当前泽连斯基总统开出的和谈条件，俄罗斯压根就满足不了。乌克兰提出的要求是，在普京总统下台以及俄罗斯军队全面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领土的基础之上，双方来谈战争赔偿与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而普京则希望在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永久性领土，以及承认俄军对乌东地区土地占领的这么基础上来展开和平谈判。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开出的和谈条件，俄罗斯不可能接受，俄罗斯开出和谈条件，乌克兰也不可能接受。在分歧如此巨大而本质的情况下，双方的谈判压根就是在浪费时间。那么为什么双方都会开出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呢？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双方在战场上还是没有真正打透。当前双方在战场上态势是，经过10个月激烈而残酷的战斗，虽然乌克兰军队已经全面转入了攻势状态，而俄罗斯军队被迫进入了守势，但这也意味着战事将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焦灼状态。因为俄罗斯军队的钢铁洪流虽然在早前进攻的时候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转入阵地防御战的时候，它的作用却是可以逐渐显现的。相反，原先机动灵活、喜欢打信息化条件下的游击战的乌克兰军队，在进入阵地攻防战之后，就会面临着飞机、大炮、坦克等重装甲武器不足的困境。不过尽管如此，乌克兰军队的优势仍然在于，他们可以不断地获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军备支持，并且乌克兰方面坚信自己依靠北约的援助，最终可以打败被西方完全孤立的俄罗斯。我认为这些就是乌克兰方面会开出让俄罗斯无法接受的谈判条件的原因。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表示，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俄军就将会摧毁他们。同时，普京又说，俄罗斯与北约走向军事对抗的风险并没有那么高。您对此是如何看？其实，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着眼于自我防卫的武器，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上，假如说俄罗斯还具备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他们单方面拥有乌克兰方面并不具备的中远程导弹。因此，一旦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将会极大地对冲掉俄罗斯中远程导弹的优势，使得俄罗斯的中远程导弹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面对美国有意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方面还是相当忌惮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曾经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对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美俄两个大国因此爆发冲突的风险
非常高。然而这一次，普京总统不仅否定了俄罗斯跟以美国为首北约的爆发战争的风险在升高，而且仅仅是表示俄军会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摧毁这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另外，我注意到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方一直试图对俄罗斯分而治之，他们现在也正在努力这么做，但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是为了团结俄罗斯人民。我认为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当前俄罗斯不仅面临着军事上的守卫战，也就是在乌克兰境内守住俄军已经占领的部分乌东地区的土地，而且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政治保卫战，也就是要防止西方借俄乌冲突来实现让独联体甚至是俄罗斯再次解体的政治图谋。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美国政府操纵网络舆论、干预民众认知的多项内幕被披露。推特新老板马斯克日前还自揭家丑，曝光2年前推特曾删除特定的政治内容，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另有多位调查记者相继起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美国国防部，曝光美国将社交媒体变为新冷战的武器，在中东等地实施网络舆论战。美国独立调查网站拦截近日披露，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早在5年前就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在中东等地散播虚假信息，以操控话题、欺骗性宣传、妖魔化他国等手段干预民众认知，持续推进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叙事，维护自身霸权。消息是由该网站一位名叫李芳的调查记者从推特获取的内部文件披露的。文件显示，2017年7月，美国国防部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中央司令部官员纳萨尼尔·卡勒给推特公共政策团队发送了一份表格，上面标有52个阿拉伯语账号，要求将其放入所谓白名单。卡勒当时称，这些账号都属于美国政府，要求推特优先服务其中6个账号。这些账号专门用来粉饰美国的各种罪恶行径，包括声称美国在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中采用的无人机袭击是精确的，杀死的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平民，以及宣扬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组织，还有散布诋毁伊朗的言论等等。This Pentagon's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operations, their efforts on social media, creating news portals, memes, fake personalities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around U.S. adversaries, kind of pushing fake news or certain narratives that demonize Iran, Russia, other enemies of the U.S. military. 李芳是一位有着10余年报道经验的记者，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竞选资金等领域的报道经验丰富。他从推特一位工程师口中获悉，账号被放入推特白名单，基本意味着免于被标记为垃圾或滥用账号，其内容更有可能获得流量，更便于放大某些信息。李芳还发现，此前五角大楼并未避讳与这些账号间蛛丝马迹的关联，但后来发生了转变，变得遮遮掩掩，将能够反映账号与五角大楼之间关系的信息全部删除。美国每月评论网站文章评论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将社交媒体平台变为新冷战武器。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和一家研究公司就曾联合曝光过美国政府操纵这一新武器的打法。基于对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200多个虚假账号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账号。这些账号按照目标受众所在国家和地区分为不同群组，以盗用、篡改或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充当头像，以独立媒体、当地居民等虚假身份，在同一时段发出高度一致的内容，通过添加标签、转发请愿等方式把话题炒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前后，中亚群组日均发帖近200条，大肆渲染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所谓威胁。而这些账号已经持续近5年参与一系列秘密宣传攻势，持续推进有利美国及其盟友利益，并反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叙事。研究人员推断，这些账号部分与美国国防部跨区域网络倡议有明显关联，利用网络舆论认知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信息支援。事实上，有关美国政府操纵社交媒体的消息已发酵多日，特别是推特新老板马斯克和几名独立记者接连爆料称，推特此前在美国大选中多次扮演不光彩的角色。马斯克还直言，自己曝光此事后被暗杀的风险相当大。Frankly, the risk of something bad happening to me, of even literally being shot, is quite significant. I'm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doing any open-air car parades. 据马斯克披露，在2020大选投票结果出炉几周前，
有人指示推特员工删除特定的政治内容，并要求平台禁言并审查对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有关乌克兰商业活动发表评论的用户。当时，美国《纽约邮报》因报道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推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纽约邮报》所获得的亨特的电子邮件来自于黑客盗窃。然而，近期披露的信息则让外界看到了真实的内幕。几名独立记者在推特上公开的推特密档显示，2020年1月至2022年11月近3年时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前推特信任与安全主管约埃尔罗斯之间有超过150封电子邮件的往来记录。这些邮件里 ，FBI 官员标记了特定的账户，让推特对他们采取行动。而这些邮件还是通过单向通信渠道发送的。推特的技术高管近日就此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他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他说，推特确实有收到 FBI 的邮件，但 FBI 并没有直接命令推特压制相关报道，而是说你们看着办。You guys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with it. This is up to you. Two of the documents did have to do with an investigation on possible election or voter suppression. 对此，马斯克表示，如果推特在选举前执行某个团队的命令，压制关键选举中的反对声音，那就是干涉选举。而推特密档还披露，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号被封前后 ，FBI 和推特其实一直在私下沟通。用爆料人的话说，就是推特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系是持续的、无处不在的，就像它的一个附属机构。推特甚至还建立了一份黑名单来打压特定人士的声音，降低他们账号的能见度和互动率。除了一些知名人士，普通用户也难逃他们的审查。许多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只是对美国政治现状的评论，但他们依然被推特列入黑名单。舆论指出，美国是臭名昭著的世界头号监控帝国，不仅监控外国领导人，连自家老百姓也不放过。全球首架 C919从12月26日开始进行总计100小时的验证飞行，对飞机的运行安全性、维修可靠性以及各项运行保障能力进行验证和确认。首架 C919有望最早于2023年春满足民航局规章要求，投入商业载客运营。首班验证飞行的飞机航班号为 MU7801，于13时25分顺利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于15时17分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17时23分，该架 C919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返回上海虹桥机场。这100小时的验证飞行将持续到2023年2月中旬。起降的机场涉及9省市10座机场。在验证飞行日， C919飞机将从上海虹桥机场始发起飞，飞往北京首都、北京大兴、成都天府、西安、海口、青岛、武汉、南昌、济南等航点，并于当天返回上海虹桥机场。验证飞行需要模拟整个航班的运行过程，包括签派放行、旅客登机、飞行员的操作、机务维修等整个流程。验证飞行主要是验证航空公司安全运行 C919飞机的能力，主要包括东航前期制定的关于该机型的政策、标准、规定和程序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验证航空公司各个专业系统的保障能力，以及各类专业人员是不是具有安全运营 C919的能力，以此保证航司在国产大飞机进入商业运行之后，能够为广大旅客提供良好的乘机体验，让 C919的商业航班更加安全、更有效率。在人员队伍方面，东航已经完成了首批9名飞行员、24名乘务员、13名机务维修人员的机型培训。加上目前正在进行的第2批次重点岗位人员培训，相关保障人员数量足以满足初期的验证飞行需求。在 C919完成航线验证飞行后，中国民航局将对验证结果进行审定和检查，确认东航具备安全运行 C919飞机能力之后，会颁发相应的运营许可。我们首先呢要完成 C919飞机的验证飞行，确保这架新的飞机满足中国民航运行合格的要求之后，争取呢在2023年的春天正式投入商业载客飞行。我们会把 C919投入到东航的商务航线、精品航线，比如从上海我们的总部基地飞往北京、西安、昆明、广州、成都、深圳等地。随着更多飞机的交付和其他工作的推进，我们期待东航 C919飞机在未来飞向世界各地。东航还会将验证飞行积累的数据、运行保障经验提供给包括中国商飞、各运营机场、其他航空公司在内的有关各方。
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商飞对 C919进行不断优化改进，还可以为其他相关方提供参考。